投10问路，开干了！这里是里尔湖天坑，1800米高山有一处常年浑水不清的湖泊，具体深度无人知晓。每逢天气突变，湖面冒泡，好似沸腾。当地人猜测湖底可能连通暗河。接下来，我们将利用绳索反穿里尔湖天坑底部，好大一根阴沉木。看看两处秘境是否处同一地下水系。现在呢是位于海拔1850米的高山之上，从航拍里面看到的里尔湖呢就在这个山包的后面。我们此次下里尔湖天坑也是为了探明那个沸腾的气泡是否跟这个天坑的底部地下水系相连。而向阳作为开线先锋啊，率先下降。我把这个石头扔下去，咱们看一下深度。哇塞，起码还有200多米，对，好深啊！伙计，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自然锚点，拴的这根树啊。从这个角度看里尔湖天坑，非常的震撼。请你们再不要说我们是寻宝的了哈！海拔1850米的高山之上，这样突然出现一个竖井，下面是绝对不会出现宝藏的哈。所以大家不要再带节奏说我们是寻宝的了哈，我们此次呢就是为了探明这个地下水系是否和里尔湖的湖底相连。我带的有100米啊，先看它高了看，你带去吧，深不可测，感觉是一个300米的深度。先锋传来消息，在第一平台下方还有一个100多米的竖井，这时候继续向下输送绳索。哇，那个直销洞的槽。有鸟啊，紫霞洞啊。啊，还有3个直销洞的蛋。我的天哪，看到没？这时候阿志在我前面去了哈，他在我下面2个点的位置，向阳的光完全看不到了，继续下降。现在看这个坑口比较圆，然后这个四周呢，坑壁上面都有水溶的痕迹。这实际上里尔湖天坑算不上是天坑的规模，它的直径差不多只有4、5米，算是一个高山竖井了。安全换点之后，我们继续下降。那里咱们还发现了一只紫啸洞的巢。什么情况，两位？下面有一根1米多粗的阴沉木，1米多粗的阴沉木啊，3颗蛋哈，3颗蛋上面还有花纹，好大，好大。这里有一个，有2个哈，幸亏我们没从那边开线，不然的话可能要惊到他们。这是个葫芦口，我们现在处于它最窄的地方，下面又越来越宽敞了，我们继续下降。下降的时候，咱们就像坐电梯一样，上升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步的爬上来。你们想不想看一下是如何上升的？待会儿展示给你们看啊。2位队友的灯光看起来很渺小啊，这里下去还有50多米就可以一绳到底了。现在最后一个队友，没有，我看小美也到了。这是什么？阴沉木啊！你看这，我去，大家看，这好大一根阴沉木，向阳的脚下，好大一根阴沉木。大部分还被埋着噻。这直径都有1米多吧？我这里这个感觉这个，这么大一个，那边是不是会不会是空的哟？没动到了吗？来，石门。哦，向阳在这里做了一个点，前面说还有竖井，丢了石头没有？我再给你丢一个，丢一个。1、2、3。方方正正的一道门，我们姑且称它为地狱之门。这个洞道呢，它的方向啊，似乎是往里尔湖那个方向前进的啊。
因为可以看到透过这道石门后面还有空间，不过这里需要锁降下去，要么就是打横切。我们一直向下吧，因为这里海拔比尼尔湖要高出那么200来米。如果往下能够直接通到它的地下水系的话，探索起来就比较简单了。好，准备装备，开干了。有一个小平台。哦。对。这个就是，哎，你看也是看不到底，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好高的洞腔。现在我们要学习往下。从这个地狱之门这样下来了，这个岩壁都是呈金黄色，而且上面有很多的滴水下来，岩壁被弄得非常潮湿，而且在我们的对面呢，能够清晰的看到一个像菜刀形状的洞口。我们分析这个竖井顶部啊，有可能就是尼尔湖。现在向阳还在继续向下开线，渗水孔啊，在旱季的时候它是连通了尼尔湖的底部。然后有这个沼气啊，一些比较轻的气体向上翻腾，就引起了尼尔湖的水面冒泡。地狱之门下来是越走越宽。哎呦，好滑呀！花岗岩。哇，鸡血石伙计，鸡血石！这里发现了鸡血石，哇，一脉一脉的，这里面那个血丝能看到吗？很清楚哈，这一脉下来全是这样的血丝，这里能看得很清晰哈，鸡血石的纹路。向阳已经下到了这个竖井底部，很平了，而且在它的东南角还有一个洞道，继续斜过去了。我们继续下降。是一个什么动物摔下来的骨头，刚刚在这里表演飞虎队，一下给魂摔在这里了。有大型动物摔下来过，对，好痛。仔细看了一下，这边是没有动到的，但是这个竖井很高啊，差不多有70来米。一个通天竖井，上面有很多的渗水点。咱们分析这个就是尼尔湖的底部，有可能这个地上的泥土啊，里面有很多的气体，它在升腾的时候有可能会通到尼尔湖的底部。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想啊，也不知道究竟和那个有没有关系。这个下面偶尔能够发现一些骨骸，过往近来可能有不少失足的动物掉下来就再也没有上去过。这里还有阴沉木，这个下面没有其他洞道了，也就是说这个尼尔湖天坑我们就只能止步于此了。给大家表演一下如何上升的吧。这个叫脚踏带啊，然后脚踏带连着手身有一根牛尾啊，是连着我们的安全带，然后这个是胸身连接我们的这个金环也是连接的安全带，这样就有双道保护。然后我们往上爬一步，这个绳子就会往下去一步哈。你看，这看到没？这我现在只需要单手啊，我们要成了老手之后，一般就是单手上升的，单手上升嘎啊，看到没？这样就凶得很。我们一般有女孩子有这种队员在一起的话，我们必须就是说单手上升，这样显示了自己很有力量。如果爬不动了，我们这样双手。向阳先生表演的是负重上升啊，他这个包呢，差不多是一个35斤到40斤左右，里面有150米的绳索，还有开线工具那些。可以看到他爬得非常快，快吗？爬得很猛啊！这是保证100%的安全。我们的绳索呢是破断拉力是46千牛，
成功的从里尔湖天坑里面撤到了这个上面平台这里，哎，马上就可以重见阳光了，重返人间。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被湿水浸泡数百年的原始森林，你见过吗？这个树下全是棺木。这是迄今为止保持最为完整的青瑶洞葬群，参天古树下的棺柩随意摆放，山洞深处无人下脚的场面令人后背发凉。53刻过后，无人敢靠近此处。我们在经得在老许可后实拍记录，哪知洞内的场景氛围超过了一切电影特效。户外小北表示再也不敢去第二次。快走！现在咱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密林当中，大家看这个林子里面倒下的树，它的直径差不多有70多公分。可见这些树都是生长了100年之久。那边好多呀，就在那个位置，看在林子里面很多。这边就是传说中的青瑶洞葬，就在这里呢。当地人呢，把亲人送上山之后，在棺材上面正砍3刀，反砍3刀。从此之后呢，就再也不会到这个林子里面来。目前感觉还好，就是味道很大。你把口罩戴上。我要把口罩戴上。这个味道特别大。哇！天哪！小心脚下，你们。好。看一下。简直是触目惊心。这个上面呢是布满了一些爬山虎，然后棺椁上面有一些斗笠的痕迹，那个地方还有一条鱼。就这些沙木呢，它的木材主要是沙木和柏木。然后在向阳的正前方，那些上面没有藤蔓的，就是比较现代的。看这个脚下，我们走路的时候要走这个大石头上面，千万要小心一点。这边你看，你看每一个上面都会做一些那个造型，对鱼的造型。它还写的有一些农具啊什么的，包括有一些浮雕花纹啊。它应该也是跟我们土家族那边视死如是生。小心啊，你们千万要注意脚下。哇，天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全景，这真的是深深的震撼。下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脚下它是有很多年代非常久远的棺椁。哇！我透着这个口罩，还能够感受到很大一股味道。看一下，无精无怪，无精无怪。看一下，进入这个洞体内部，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木料码齐在这里。由于时间的原因，可能这些东西啊摆在这里的棺椁有很多已经破碎了。咱们看这个棺椁旁边，它是做的有这样，这个棺椁上面做的有这样的颈支架。如果在苗族那边呢，它这个4个脚的呢为女性，但是瑶族这边的我们不太懂。可以看到，这样一直过来，到那边全都是。它的主洞道是跟这么过去的，我们现在过去查看一下。小心呐，小心！哇！从这边过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天窗，那里有光。这个洞厅高达10几米，从地上散落的石块来看，应该这个洞穴
形成的年代不会超过1000年，还在发育当中的一个洞穴。从这么一直进来，有很多的棺木碎片，那里几根树根，那个树根已经垂下来了。在查阅古籍的时候，了解到以前的瑶族先民呢，在这个寨子里面，年纪大的老人过世了之后啊，同寨的人呢，会将这位老人分而食之。后来有母女3人呢，他打破了这个习俗。据说那个老人走了之后啊，他的那个女儿和他的儿子觉得把他吃掉有点残忍，将那位老人呐，给弄到这个洞里面，就是这个洞里面藏起来了。后来村里面的人知道之后，就询问他，他说他的妈妈养他们太不容易了。最后他们就把这个风俗呢改为了宰牛祭亲，用一条牛来替代了他母亲的那个身体。这是一个传说故事，是从古籍里面查阅到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据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青瑶洞藏，曾经里面是失过一次火，然后呢有上千具棺木被火烧毁。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另一个大厅，这空间差不多有几10万个立方，地上有正在形成血珠的石头。这边有一个出口，我们向这个方向过去看一下。这边有一些石头被人码成了这样的柱子，不知道是干嘛的。这边能够看到有光，这边有个岔洞，你去这个岔洞里面看一下。这个洞穴的洞顶呢，有好多蝙蝠。那么从这个小岔洞又会通到哪里呢？过去看一下，这是一个水溶裂缝向下去的。结束了这个洞道，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到了尽头，这就是一个水溶的小裂缝。现在我们随着这个青瑶洞藏主洞道继续向前前进，看一下前面还会有什么样的发现。据传闻呐，以前有户外博主来这里拍摄的时候，出现了幻觉，但是我这进来的时候还好，感觉一切正常。这就像一个金船呢，看这个腿，这是头，很大一尊金蝉石。这个前面好像是一个天生桥，这是一座古桥吧？这个渡槽。从这边过来，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个修建年代很久的渡槽，这个上面有流水声。看这个地上的叶子啊，全部是呈这种红褐色的。这边有个洞道，看到没有？有明显的分界线。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哦。这里也是一个洞道，看这个年代看起来非常久远了。现在从这里继续看一下，这个洞道看起来不深，然后里面也没有棺木。据说苗族先民他对这个洞藏选址非常的考究，第一是要够大，再就是要通风透气。那个上面有一个小裂缝啊，但是我们不上去了，我估计我挤不过去。
可能从这边原路返回了。现在我们从里面撤出来了，这里面的场景啊，对于我一个土家族的人来说，确实是匪夷所思、触目惊心。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让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一幕，感觉这次的旅行探险还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摄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借木还魂的故事你听过吗？这边应该是他老婆。这种上古巫术的传说就存在湘鄂交界的大山之中。据说土匪刘汉成曾痴迷这种邪术续命。当我们经过走访，终于找到了100年前的几只寨。当利用绳索抵达了这处半崖古寨，内部发现了当年的七星霄坑，一条古河床竟凭空抬升100米。这里有一块玉石啊！经历2个多小时的披荆斩棘，我们终于是来到了这个清江河旁边的悬崖上方。老人说的这个几只寨呢，就在我手指的这个悬崖下方哈，它在悬崖中间。据说这个几只寨啊，是以前这个刘汉成啊在里面修行的地方，不知道是真是假。接下来呢，大家就跟着我们的镜头啊，我们下去一探究竟。也难怪这个刘汉成呢走向了覆灭。你看这他的路都没有搞好，还带100多个小弟，完全走不了。咱们从这个位置一路所样下来啊，在这里又找了一根比较结实的树，这下去就是悬崖了哈。在这个位置做一个自然锚点，然后呢再继续下降。这个路况确实不怎么样啊。当时刘汉成他这个寨子覆灭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交通不行了。要想富先修路，这个简单的道理他都不明白。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安全站，你看到这下面呢，它是一个悬崖小道啊。这里平常有很多野兽在这里走，很多人没看到过麂子的粪便，这个就是的哈。可以说麂子它是唯一自然界中不利用这个安全装备啊飞檐走壁的野生动物。从这个上面降下来，现在是最后的这个50米用完了，现在用4毫米的。这里有这种小台阶，以前的人没有保护措施，这样走过去那还是非常的惊险的。那我们这是做好了安全保护的，非常安全。这只有3指宽的这种站子开凿的小台阶，这个就是飞机里面看到的土木结构的城墙，那个下面看到没，几个圈圈，这里有石头坍塌的痕迹。这是几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炼丹炉哈，但是我感觉里面没生过火，据说就是在这里面挖的矿，应该是挖的汞矿还是什么东西。上面就是土墙，洞穴的规模不是很大，这里有台阶上去了。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在这个悬崖绝壁当中，我们发现了有这个鹅卵石，圆啾啾的鹅卵石，还有沉积土，也是传说中的五花土，就像夯土层一样。快来，我看到了菩萨。这个应该就是他们说的人形木偶。嚯，这是2个吧？真的是栩栩如生啊，跟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差不多大的，但是它是重木，2个都是重木。从这个木料上面腐败的痕迹来看，应该是已经100多年了，跟这个老人传说的时间相吻合了啊。据说刘汉成呢，当时是掌握了一股巫术啊，他是准备利用这个木偶借木还魂。现在这个木偶上面被虫蛀的千疮百孔，很明显他当时的这个借木还魂没有成功，因为刘汉成是当地比较嚣张的土匪啊，搜刮了很多民脂民膏，最后呢，他就希望可以长生不老啊，在当地呢请了高人啊，修建了这个跟他等比、等高、等重的这样一个人形木偶，应该是依据刘汉成本来的面目雕刻的。以前的人呢都是浓眉大眼的哈，眼睛非常大啊，重目，包括这个人中沟壑都是非常深的哈。但是这个上面细节方面已经被虫蛀的看不清楚了。据说这个上面，当时老人进来的时候看到了上面画的有那个经络图啊，就是说每个地方还要扎针灸那样。那真的是非常的神奇。这边应该是他老婆，是这么一个样子。
看着有一丝那个什么啊，有点瘆人，很大哈。这个高度差不多是40公分左右的宽度是20多公分。这个还有盔甲的图案。这里有一个暗道进去，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人俑，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暗道有几种可能啊？第一呢是刘汉成藏宝的地方，第二呢就是他这个在里面挖那些矿石的地方。结束了。不深呐。这里还有黄沙土，看没？有会不会真的以前我们现在处于100米之高的悬崖顶上都是被水淹起来的呢？嘿，这里还有一个奇石啊！哎，玉，这里发现了玉哦！看啊，什么玉啊？玉石啊，这里有一块玉石啊，像汉白玉的感觉，上面还有草花。这个要把它切片了之后打磨出来，是非常好的景观石。哎，200多斤，谁要谁搬走吧。这有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啊，7个就在外面去了。那个上面还有一个石墙堡垒，不知道那个后面藏着什么。滑得很。哇，上面有洞道，看啊，是不是？感觉还挺深的哦，什么都没有啊。这里有老鹰窝，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射击口，有点意思。我现在来把我的自拍杆伸出去给大家看一下啊。对，看没？我们的绳子就在那里，能看到绳子吧？它在这里，只需要一根火铳 ，biu biu biu biu， 那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躲在这个位置。这个地势，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战壕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好地方。这风景好看吗？大家截个屏，自己回去调色啊。这个下面呢就是清江河，对面呢就是金果坪。这个就是红白无鼠的粪便，又叫五灵脂。这个是中药哈。随后呢，我们就进入那个石墙堡垒，看一下2层里面的洞道。这个也是鹅卵石砌起来的，它差不多只有到腰部这样的高度。也有可能就是做的这个战壕啊，射击台，然后再看这边，这边是坐人的位置，里面是一个幽深的洞道。我们现在去洞道里面看一下，这个是茅坑还是什么来着？还是上面架了床板子？搞不太懂啊。但是这个天花板上面很有特色啊。极有特色的天花板，沟壑纵横，典型的水溶痕迹。诶，这边还有一个洞道。哇，这洞道，夏阳，这边有窗口啊，有点奇特哈。我们待会儿再去那个窗口。我们去这个洞道更深处看一下。这是个什么？灶台哈，这里还有一个钟乳石。他们生火煮饭就在这里弄了哈。这里面洞道开始变得比较平坦了。继续深入。这里有水啊，洞壁上面沉积下来的水，水好像还挺干净的哈。这是洞穴里面唯一的水源了，我现在也渴得受不了，但是这下面有夜明砂，这个也不敢喝呀。
怎么办？大家给点意见。看，这个里面有干枯了的石漆。嘿，全部都掏空了，这应该是把里面的土掏走之后啊，用来淘消了的哈，要么就是取矿。继续深入，这里难道是它的床榻吗？搭的有一步台阶，这样上去。里面好像不深了，我们爬上去看一下。哎呀，不是很好爬。哇，洞道在这里变得很扁狭，就只有50多公分高。大家说我们要不要进去看一下？好，听你们的，我们进去看一下。哎呀，很难钻。沿途进来之后，看到有一些骨头的碎片，这里还有以前的人放的竹子。哇，洞道变宽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然后这个岩壁上面有这种血红的痕迹。这个洞道里面应该就是刘汉成自己的寝室了。石壁上面像那个经络一样的花纹，这里应该就是这个几子寨的最深处了。没有洞道了，但这里还有台阶，我们继续上去看一下。只要有洞，我们就会一直往前走。哦。这里面有烟熏的痕迹，确实这就是洞道最深处了，这里是进不去的。他们开发这个洞穴也只开发到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盲洞，也不能说是盲洞，就是进不去。我们是从这边洞道进来的，现在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洞道。这应该都是，嘿，这是一个对窝，你们那里叫什么？叫这个，它这边是用了一个木头搞起来，然后这边给它踩，这个中间给它刻起，然后这样冲米的哈。这里又是另外一番感觉了。哇，去，好险要！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刘汉成的几子寨就全部探明了。在里面确实是找到了老人传说的这个剑木还魂的木偶人形木偶啊，也找到了对窝呀、石床啊、这些水井啊这些遗迹，就说明老人是没有撒谎。当时刘汉成确实是做过这么荒唐的事情啊。好了，那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感谢大家观看，拜拜。